今年 P280 系列的发布，无疑给影像器件市场扔了一枚重磅炸弹。1英寸传感器已经没法再大了，想往长焦底再大点也塞不下了。那本来大家拿着相同的传感器，卷卷算法，卷卷影像风格，相安无事。结果华为啪的一下，绝对对得起那4个字。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华为一出手，满满的全是科技，全新国产超高动态范围1英寸主摄，一镜双目潜望长焦。发布会看得我是一愣一愣，实际使用中的情况怎么样？与其他对手相比，表现如何？本期视频我找来不同领域的3位强者，来一次拼好机。那这台拼好机呢，拥有索尼 LYT900 的哈苏主摄和单匣镜头，有三星 HP9 的蔡司 APO 潜望长焦，还有标杆级的视频拍摄能力。P280 Ultra 在面对不同领域的佼佼者时，1打3能不能反杀呢？一起来看看吧。P280 Ultra 的主摄使用了一枚全新国产1英寸传感器。那得益于 RYB 的像素排列，它是目前这些影像旗舰中进光量最大的。不过更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动态范围高达16档。要知道我的全画幅相机也不过接近15档而已。那专业模式提供了16比特的 RAW 文件，视频拍摄则提供了 4K 6010比特 HLOG 模式。那样张中可以看到，天空的云层细节丰富，没有过曝，地上的阴影处也有足够多的细节，搭配红枫影像，色彩表现十分精准。当时的天空和草地确实就是这么蓝这么绿。此外，关于可变光圈，你不能只在自己被迫取消了这个功能之后才说这玩意儿没用。你干嘛？对于1英寸这样的大底来说，可变光圈给了你控制景深的可能。比如这组照片，大光圈下后面的楼有点太虚了，而且这已经是 f2.0 的状态了。对于友商来说，1英寸大底加 f1.6 的固定大光圈只会让背景虚化更加严重。此时我可以收缩光圈至 4.0， 让文创雪糕和背景的呈报关系更加凸显。不过对于照片来说，各家 HDR 的算法和合成都很成熟了，动态范围上的差距远不如色彩差异来得大。比如这组照片，虽然 P280 Ultra 依旧可以获得更高的动态范围，不管是暗部细节还是背景的天空树叶的高光保留都要更胜一筹，但两者放在一起，大部分消费者显然不会去纠结这些细节。这里也能看出红枫和单匣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华为的确在利用红枫摄像头做场景精准的色彩还原，更加接近人眼所见，人物冷白皮的感觉也比较到位。OPPO 则是优先把肤色调到他认为比较合适好看的样子。虽然小姐姐的肤色可能没有这么黄，场景整体色调也有点偏暖，但是不得不说也还挺好看的。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呢？说到风格化， P280 Ultra 上新增了4种个性色卡，大家拍照时可以多试试。我比较喜欢胶片和卡通。胶片有些经典复片的味道，倾城色调，大部分场合都很出片。卡通则非常适合蓝天、草地，或者本身就很有动漫味的场景。接下来看看长焦。P280 Ultra 的长焦来的可就大了。10年之前，当时呢传感器价格还比较贵，我就在想传感器这么贵，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光学设计，让2个镜头共用一块传感器，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呢？所以我马上找到了我们的工程师团队，经历了3000多天的研发，用了140多个零件，终于做出了这个业界首款2个长焦共用一块传感器的龙晶镜头。说正经的，那 P280 Ultra 的一镜双目长焦镜头真的很有想象力，依靠棱镜移动获得2组长度不同的光路，那传感器斜置来放下更大的传感器，1.28的尺寸，相当于是把 X200 Ultra 的主摄拿来做长焦用。那对于我这样的数码宝贝来说，这个模组堪称艺术品，焦段切换时的机械声都显得那么动听。需要说明的是， 3.7 倍是用满了整个传感器面积，而 9.4 倍的长焦实际光路是 4.7 倍，通过传感器裁切获得的 9.4 倍，那实际只用了1/4的面积，大约是 2.8英寸。也很容易理解，如果真的做一个超过200毫米完整覆盖 1.8的底的镜头，
物理上呢，你就会得到类似这样的东西。即便是裁切之后的2.8英寸，放在同焦段下也是目前最大的底了。加上 RGB 的高进光量，暗光环境会很有优势。白天光线充足的条件下 ，X200 Ultra 是可以通过2亿像素的超高采样获得更多细节的。远处高塔上的栏杆、墙上的纹理都是 vivo 更加清晰，但两者的色彩有着不小的差距。下方的树木 X200 Ultra 已经基本丢失了光影信息了，树林有些糊作一团，而 P280 Ultra 的树林依然有着丰富的光影和色彩信息，你能看出来哪些是新芽，哪些在受光。如果这个你觉得不够明显，那么请看这组照片。vivo 的变焦显示的是焦距数字，而华为显示的是变焦倍数。拍摄时顶着34度的高温，我并没有做详细的计算，所以两张照片的焦距有些许差别，但应该足够说明问题。X200 Ultra 对于远处山林之类的景物，总有种空有细节、缺乏色彩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是算法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来到人像 ，vivo 算是回归了正常的表现吧。不过 P280 Ultra 依然有着更精准的色彩、更高的动态范围和更优秀的肤色。来到夜晚，那结论也和白天类似，X200 Ultra 依然有着更优秀的解析力，但除此以外就很难战胜 P280 Ultra 了。那有些时候 X200 Ultra 已经触发了夜景模式，但 P280 Ultra 依然能保持普通模式。那所以最近网上总看到有些人说华为搞这么复杂，顶多和三星 HP955开。我觉得这个表现算不得55开。那除了解析力之外，基本就赢不了。在传感器技术没有代差的情况下，底大一击压死人始终是摄影圈不变的真理，也是手机主摄发展到1英寸的原因。华为看起来搞了这么复杂的设计，140多个零件，究其根本还是想在同样的有限的机身空间内放进更多的焦段和更大的传感器，力大专飞，不是吗？视频方面一直都是 iPhone 的天下，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 iPhone 依然很强势，两者的动态范围基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苹果能够支持 4K 60帧甚至 4K 120帧的 HDR 视频， P280 Ultra 目前只能拍摄 4K 30帧的 HDR 视频，差距也是不小的。虽然红枫还是能给 P280 Ultra 带来一些色彩上的优势，但真想胜过 iPhone 还是要等到晚上。那夜幕降临之后 iPhone 基本就躺平了。且不说什么高光压制、色彩还原、噪点表现之类的东西，光是画面的鬼影就够你喝一壶的了。P280 Ultra 则完全展现了这个超高动态范围1英寸主摄的威力，街上灯牌可以完全压住，整体的画面表现一眼碾压。那长焦视频也是类似的结论，只要光线足够好，别做太多的放大， iPhone 的视频就依旧很能打。看完与偏好机的对比，再说几个目前 P280 系列独有的东西吧。AI 辅助构图，这是华为用 AI 学习大量的摄影作品和多种构图的参考规则之后带来的一项全新功能。拍照时如果出现了一个小圆点，就说明 AI 发现了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取景画面，你只需要把画面中心的小圆圈对准过去，它会自动帮你切换焦段，完成变焦。作为摄影的辅助工具还是蛮好的，能快速帮你获得一个还不错的构图。尤其是对于摄影小白来说，它可以给你一些视角的参考，给女朋友拍摄的时候呢，至少不会因为构图被打。如果 AI 的判断跟你的拍摄意图并不一样，你可以直接无视它，因为这个小圆点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触发，即便你把圆点放进圆圈里，如果不靠近中心，它也是不会触发的，基本不用担心它会影响你的构图。那这一点我觉得华为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辅助就是辅助，没有那种你应该这样拍，尝试教育我的感觉。P280 Ultra 的全景拍摄也有很大的提升，不同于其他手机那样持续移动的拍摄方式，又要保持水平，又要稳定速度。P280 Ultra 的全景拍摄非常的方便快捷，选好画面的中心，按下快门，随后就像 AI 辅助构图那样，根据提示把中心的圆圈对准小圆点，手机会自动按下快门，这样左右移动一下，一张全景照片就拍完了。而且拍摄的画质和畸变校正都更加优秀。那这个全景模式建议友商都致敬一下，真的非常好用。那最后说几个 P280 Ultra 使用上的问题和缺点吧。首先是拍照时的发热表现。P280 Ultra 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像，发热都要比另外两台 Ultra 更严重。拍摄样张那天，北京气温非常高，34度，阳光也非常强烈，我断断续续拍摄了1个小时左右。P280 Ultra 已经热到降低屏幕亮度了，另外两台 Ultra 还都比较正常，并不烫手。其次就是 Camera Control， 华为把相机控制融进了电源键，不需要按下轻触双击打开相机，单击拍照，滑动切换焦段。其实设计的还是蛮合理的，尤其是竖屏状态下单手操作，打开相机，滑动变焦，轻触拍照，一气呵成，比在下面单独加个按键合理得多。但是这并不会影响 Camera Control 最基础的功能，误触。
那很多时候拍完照片想要直接锁屏，会自然的按下电源键，顺手把手机放进裤兜，很常见的操作，对吧？那之后的某时某刻，我点进相册，就会发现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照片，比如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虽然在设置里也可以设置成其他功能的快捷启动，但我还是选择直接关掉这个功能。我是真的求求各位了，别惦记那相机控制了，行吗？咱不差打开相机那半秒钟，真正转瞬即逝的瞬间，有没有 camera control 你都是拍不到的。为什么非要让用户自适应误触呢？总结一下 ，P280 Ultra 有着目前单机最强的影像系统，面对各个领域的顶尖强者，1打3仍不落下风，在各个焦段都有出色的表现，甚至快要反杀3人了。那 4K 60帧 HDR 视频的缺失有些遗憾，但在暗光环境下也有着独一档的视频拍摄能力。从早期的 P 系列手机到 P270 Ultra 的伸缩镜头，再到 P280 Ultra 的一镜双目潜望长焦，华为总是能给手机影像带来一些新鲜东西。那伸缩和横移都有了，传闻中的连续光变，明年是不是安排一下？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交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